爸爸，最近 AI 的股票很火啊，我应不应该全部 all in 呢？我个人认为，现在 AI 已经到了一个叫起点，正是投资的好时机。但是一定要知道以下这3个风险，并且做好风险管理，要不然的话可能会输得好惨。我们如何可以把握 AI 在股票市场里面找到很多10倍股，给我们丰厚的回报？今天干货满满，大家记得留到最后咯。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心得和经验，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那回到今天的主题，在2022年的11月底，有一个叫 ChatGPT 的聊天机器人的出现，在短短的2个月内，已经吸引了超过1个亿的用户，而且它能做到的事情是让大家都震叹，可以写文章啦，回答你的问题啦，甚至是作诗作曲，让很多人恐慌，以后是没有工作了，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里是机会处处。把握好的话，这个 AI 带来的革新，可以让很多公司也有很多人会赚好多的钱。AI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机会？为什么我觉得这一次 AI 给我们带来的机会是可以媲美个人电脑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2个加在一起？那我们首先来讲一点历史的故事，使到我们一会儿看到 AI 年代的时候，可以更容易的明白机会在哪里。如果我们看电脑的话，大家知不知道电脑发明的是哪一年呢？其实在上一个世纪的30年代已经有初步的电脑的发明了，到了50、60年代已经有大型的电脑在背后计算了，但是电脑没有为太多的公司或者个人带来财富。直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个人电脑的出现，让电脑不再局限于科学家或者是工程师专业的人才在大公司里面才能用到，而是普及到每个家庭，很多的个人用来消费。也因为懂用电脑的人多了，企业也可以大量的招聘来用电脑的人，使到电脑在企业里的应用也更加广泛。那当时使到个人电脑开始普及的有2家公司，一个是 Apple， 它的第一个电脑叫 Apple II， 然后呢出来之后是非常的火的。当时电脑的大佬 IBM 是做大型的电脑的，看到个人电脑开始火了，它匆匆忙忙的也进入了 PC 的年代。所以我们当时用电脑，如果是 MS-DOS和 Windows based 的，我们就叫 IBM 兼容的电脑 IBM Compatibles。 这2家公司使到个人电脑是非常的普及了。如果你当时买到了 Apple 或者在 IBM PC 里面2个赚最多的控制资源的龙头 Intel 和 Microsoft， 都会有几十倍甚至过100倍的投资回报。那我们快速看一下 Internet 互联网的年代。互联网其实也是在1983年已经发明了。我还记得我在1988年到大学里面念电机工程的时候，已经在用互联网。当然当时的互联网只是拿来打字通讯的，可以应用的地方是很少。直到了1994年，当时有一家公司叫 Netscape 出来了 browsers 浏览器，才使到普罗大众开始享受互联网带来的方便。也因为背后的数据的输送不再是当时的28K 的 modem 的线，而是到了宽带，使到我们可以听音乐啦、看视频啦，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如果我们把握到互联网的年代，其实当时是造就了几百个、几千个股票在短短的时间内涨了超过10倍或以上的。比如说做数据输送基建的公司 Cisco， 它的 routers 是数据输送必须要用的产品，它的股价从98年到2000年2年之中涨了14倍。 Amazon 应用了互联网开始卖书，开创了电子商务，它从98年到99年短短1年内涨了26倍。而雅虎成为了当时最多人用的入门网站，我们上去看新闻啦、search 其他的东西啦，它的股价也从98年上市，短短的2年内涨了23倍。大家看到，只要你抓到了那一个风口，
真的是可以有很丰厚的回报的。来到了 AI 的年代，其实 AI 在1951年有人做研究已经诞生了，但是过去因为种种的原因没有普及化，而到今年我觉得是到了一个起点，英文叫 singularity， 也就是说过了这个点之后，它的应用会爆发式的增长。那为什么呢？其实要 AI 成功的话，必须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是算力，第二个是算法，第三个是数据。我们看到算力的话，它需要用到大量的运算能力，而晶片的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可以处理大量的数据。那说到了算力，是需要大量的 processing power 处理能力，而我们看到晶片的发展，特别是现在用了 GPU 等等的技术，使到它处理数据的能力是大大的提升，已经是到了可以很快计算很多的数据，给我们一个答案的能力了。那到了算法，现在的人工智能已经是能够自我的学习，而人工智能的学习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的，所以我们现在输送数据的能力，也就是背后我们所说的宽带、云技术、5G，都使到大量的数据可以很快的输送到云端或者是电脑的 servers 来计算。技术这一方面到现在是搞定了，而另外一个 AI 非常重要的条件也成熟了， AI 的商业化。因为光是技术的话，其实好多年前人工智能已经可以下围棋、下国际象棋或者是中国象棋，跟全世界的冠军比赛都可以赢了，但是这些科技没有商业化的价值，没有普及化。而到了 ChatGPT 的出现，人家看到人工智能可以大量的应用在不同的场景，可以使到人工智能终于的可以普及化、商业化。就像当年在电脑里面苹果的出现，或者互联网里面 Netscape Browser 的出现，使到整个科技可以商业化、普及化。那这里呢，我们来探讨一下 AI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以为 AI 就是一样东西，或者有些公司会滥竽充数，借着 AI 这一个名词来把它的股票炒上去，然后大家去高追的话就被割韭菜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AI 到底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那我们看一下 AI 人工智能，其实它的范围是非常的广的，而且我们已经用了人工智能一段时间了。比如说最近最火的 ChatGPT， 它能做的是聊天对话，回答我们问它的问题，甚至可以满足如果我们要求它写文章、作诗、作曲，或者其他的 AI 应用产品也能做画画或者是视频的制作。那另外一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呢，就是人面识别。比如说大家现在要打开自己的手机，可以是用人面识别，出去买东西付款的时候也可以用人面识别，这背后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应用。而这个技术也应用到了门锁啦、小区的管理啦，甚至是整个城市的治安管理。而另外一方面，社交传媒背后也已经用了大量的人工智能来分析我们的行为，然后推荐文章或者视频给我们看。比如说 YouTube 有它的算法，知道哪一个影片是你喜欢看的，以后就会推多一点类似的影片，使到你会用多点时间停留在 YouTube 上面看你喜欢看的视频。在这一方面做的最成功的是 TikTok 和 Netflix， 这也就为什么在短视频里面 TikTok 做了非常成功，在长的影片里面 Netflix 也打败了它的竞争对手，做的也是非常的成功的。那到了电子商务的地方，其实背后无论是淘宝或者 Amazon， 它也在分析你的购买的记录，来推不同的产品给你，使到你在订产品的时候会顺便的买多一点。然后谷歌、Facebook 也在监视你的每一个举动，来分析应该推什么广告给你。去年苹果因为私隐条约不让 Facebook 再看到你用苹果手机所做的事情的时候， Facebook 的广告效益就大受影响。也就是说，在之前你到过什么网站，看过什么视频， Facebook 都在分析。最近有一个笑话，情人节到了，知道你另外一半的消费和喜爱的不是你，而是手机。社交媒体背后的
AI。前一些时间，苹果调整了它的隐私保障条约，中间禁止了一些应用程式在没有得到你的允许之下去追踪你的行为，这也使到了像 Facebook 它的广告效应大大的下跌。那另外很多的互联网保险啦、网上的借贷啦，也是用了 AI 的大数据处理来评估风险，更精准的为他们的产品定价，发展他们的业务。而 AI 未来有一个很大的应用的场景，就是无人驾驶，因为人工智能可以更快、更精准、更安全地帮助我们去开车。在不久的将来，整个汽车行业都会迎来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的新的电动车的企业现在进入竞赛，希望能够做到弯道超车。讲了这么多 AI 的应用，也知道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singularity 起点。那我们来看一下，可以在哪几方面去留意投资的机会。第一个是搞 AI 基建的公司，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在 Internet 的时候 ，Cisco 因为它的产品是处理大量的数据的输送，所以它的股票涨了好多。那我们看一下，在人工智能里面也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在晶片和其他的硬件方面，在算力算法的软件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机会。另外，应用 AI 的平台，比如说 Google 或者是 Microsoft 的 Bing， 也有可能会带来很大的改变，要不就是非常成功，要不就是马上死掉。另外一类的企业，大家可以留意的，应用 AI 来做推广的，更有效的去卖产品，提升他们的营收的，像我们刚才讲过的，比如说用 AI 来卖保险、做借贷，或者是广告公司如果能够用 AI 来更精准的推送广告给他的目标客户，使到广告的投入有更高的回报，那这些广告公司也大有所为。那除了开源还有节流，我个人觉得很多的公司可以应用 AI 来更好的规划他们的生产、运输、物流等等，降低他们的成本，提升他们的效率。就像在90年代的时候，因为互联网和 PC 的普及，使到很多的 ERP 软件啊、IT 系统啊，帮助了很多的企业增加他们的收入，降低他们的成本，整个股票市场都非常的牛，背后正就是这一个 IT 的浪潮带来的红利。那现在我们要注意几个很大的风险点，因为不知道这几个风险点的话，最终我们还是会输很多钱的。第一个，在 AI 的竞赛里面，强者会越强，在每一个小市场或者产品服务里面，只有一家公司会独赢 ，Winner takes all。那也就是说，很多的公司到最后会被竞争淘汰。第二个，在整个 AI 的发展当中，就像当年的 PC 和互联网，都会引起投资者的狂热，使到大量的资金涌入，也产生了很多的公司因为拿了投资者的资金去烧钱、抢市场、打拼，所以在某一段时间里面，可能很多公司都是赚不到钱的，因为他们都在烧钱打市场，希望做到最终的那个 winner， 那个赢家。而投资者的炒作一定会带来泡沫，所有的泡沫最终会爆破，爆破的时候股价会跌好多。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 Cisco 在科网股爆破的时候，它的股价是跌了80%， Amazon 和雅虎当年跌了90%，而苹果电脑它是1980年22美元上市的，到了1990年的时候，它是差点破产，当时它的股价跌到了1块1毛9，也就是说经历了很多倍的增长之后，最后相比它的 IPO 的价格还是跌了94%。所以在这里大家不光要知道 what 哪一个公司是值得投资的，更加要知道 when 什么时候进入，什么时候退出，还有 how much 什么价格买，千万不要高追。想象一下，你在最高峰的时候买入了苹果，跌了94%，你能不能忍受那一个带来的情绪上的纠结？
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在竞赛刚开始出现的那些公司，不一定是到最终的赢家，很多反而在竞争当中破产倒闭。比如雅虎最终是输给了 Google，PC 的文字处理是 WordPerfect， 最终是输给了 Microsoft 的 Word，Lotus 的 123 最终是输给了 Microsoft 的 Excel。其实当时我是有用过 WordPerfect 和 Lotus 的123，我觉得是比 Microsoft 的 Word 和 Excel 还要好用，但是商业的手段有时候要比技术的优势更加重要，更加决定了最后谁来胜出。所以我们看回个人电脑也是一样 ，IBM 的 PC 当时是很垃圾，很难用，它的操作系统 DOS 根本是垃圾当中的垃圾。当时比它好的电脑有 Atari、Commodore、Amigo 这些公司全部倒闭了，连 Apple 也差点倒闭。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大量的做功课，知道哪一个是行业的龙头，哪一个会被竞争淘汰。如果你真正的买到了行业的龙头，最终也是那个行业的赢家，就算中间股价有波动，最终你也会得到非常丰厚的投资回报的。所以大家看到找到一个10倍股 ，what？还要知道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 ，when 做到低买高估，这样投资回报可以是很高很高的。很不幸的是，大多数的散户，90%以上的散户，在这么好的投资市场里面，最终还是输钱的。所以到最后，最大的风险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学投资，我们犯了很多散户犯的错误，做错了决定，结果不光是看着一个10倍股涨10倍、20倍、30倍，还有可能会输钱。给大家几个建议：第一个，选股票很重要，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听消息，要学会自己去做研究、思考和判断，因为你的钱是你的钱，你有责任为它去增值。也不要买入指数或者 ETF， 因为像我们刚才所说，整个行业里面会有很多的公司到最终是倒闭或者是股价下跌的。我们一定要寻找行内的优秀的最终的赢家，但是呢，也不要高追，因为高追的话，在风口里一个股价涨过头了，它的调整也可以是超越90%的。然后我们要做适当的分散投资，因为就算我们怎么做研究，也有可能那一只股票到最后是下跌，那一个公司是倒闭的。我们分散了之后，整个投资组合里面，就算有一些股票没有怎么涨或者是下跌了，另外那些股票如果是给我们10倍、20倍的回报的话，那我们整体的平均回报也会是非常的丰厚的。一定要管理风险和自己的情绪，也要戒掉散户经常会犯的错误。所以面对这么好的一个时代带来的机会，如果你想更加准确的把握买入10倍股的方法，我专门有另外一段影片是针对这个主题做更详细的讲解，你可以在这个页面的资讯栏找到影片的连接。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有价值，记得分享出去咯。那我们下次再见。